我父亲他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当时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就取的凌超，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凌空超越，然后翔蓝天吧。好多人都跑过来看，说：“哎，听说有一个女同志过来改120了。”他们心里面肯定想的是，女同志飞这么大的飞机能行吗？能飞起来吗？能飞好吗？当前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中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的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人经国内生产。从2020年开始，鲲鹏运20开始实行此项任务，机组成员从接到任务开始便充分细致的准备。不知道啊，这张纸上到底写的啥？这次任务啊，说这次停机坪集合。报告你的任务性质。奉命接迎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欢迎志愿军忠烈归国。我部歼十一 B 飞机2架，奉命全程护航。她是空军第7批女飞行员，航天英雄刘洋和王亚平等都是她的同班同学，但是她却是第一个单飞、第一个担任机长、第一个担任队长的女飞。她是空军特级飞行员，这个头衔意味着她可以在各种气象条件下驾驶战机全天候执行各类任务，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汶川抗震救灾，广州亚运会消云减雨，东方之星邮轮沉船搜救。面对各项重大任务，她都出色完成，并无过战功。她就是中国空军运20第1位女机长李凌超。
因为我的父亲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我就是飞行世家出身的。在我还没出生之前，我的名字就已经起好了。可能很多人觉得我的名字像个男孩子的名字，就是当时我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说，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生出来以后就叫李凌超，就是凌空超越的意思。但是我想呢，我爸肯定是想让我能接过他手中的驾驶杆，继续翱翔蓝天啊，能够驾驶战鹰。但是我刚出生那会儿，我爸肯定挺失望的，因为我是个女孩，他的梦想很有可能就破灭了。我们国家从建国以来，一共招收了10批女飞行员。以前呢是每隔7到8年招一批，就是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再就是7到8年招一批。现在最近10年已经缩短到了每隔3年招一批，但是每批也就只有几十个人、10几个人，所以可以说是万里挑一。非常幸运，在我参加高考那一年呢，我们国家招收了第7批女飞行员，一共招收了37名。我也非常荣幸，我们的第一位女航天员刘洋，还有我们那个另外一位女航天员王亚平，是王老师，大家都认识啊，他们都是我们的一批的，都是第7批女飞行员中的一员，非常荣幸与他们为伍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7年我参加高考啊，当时报志愿的时候，我要报这个飞行员这个专业。所有的人都反对，除了我爸以外，所有的人都反对，是真的。我妈就说：“我给你爸操了半辈子的心了，他终于平安落地了，你是不想放过我下半辈子？”然后我们学校的老师就找我，也找我爸爸谈话，就是说以我当时的成绩，考一个这个名牌大学肯定是没问题。以后可以面临很多的选择，毕业以后也可以面临很多的选择。但如果到部队去当飞行员呢，就比较局限了。那个我的同学和好朋友更是看到我是因为是独生子女嘛，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强壮，就说你能去当飞行员吗？看你当个军人都挺费劲儿的，这个飞行员淘汰率那么高，你万一要是被淘汰了可怎么办呢？但是我自己就十分坚定，因为飞行就是我的梦想。我从小就在飞机的轰鸣声中长大，我就向往蓝天。我就希望我能跟我爸一样，能够在天上飞。有这个机会去实现我的梦想呢，是我的幸运。我愿意为我这个梦想去拼一把，甚至可以说是赌一把。我要让我的青春无怨无悔。就这样，我一路的过关斩将，顺利的通过了体检和心理品质测试。最后以这个高出北大和清华录取分数线10几分的成绩，考入了空军航空大学，成为一名飞行员。我也是当年的这个高考状元。2015年6月1日，东方之星邮轮从南京驶往重庆途中，突遇罕见强对流天气，在长江中游湖北建立水域沉没。其中成功获救12人，遇难442人。当时刚结束7小时训练飞行任务，李凌超机组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转赴长江中游，翻沉地点，承担空中转训机的任务。但是当天飞行气候条件并不是很好，救援水域上空雷雨很多。李凌超不仅要驾机避让危险天气，还要不停地向直升机通报情况。最终在李凌超的协调下，确保了救援空域的通讯畅通，为搜救行动顺利展开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这背后体现的就是李凌超的指挥协调能力和高超的驾驶技术。2010年11月12日，广州亚运会开幕式顺利开幕，原本阴云密布的天气却低雨未下。其实，至今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也是李凌超机组的功劳，而且他们是面临生命危险执行特殊任务的。01年呢，我就带队执行了广州亚运会消云减雨任务。消云减雨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开幕式当天主会场上空天气晴朗，我们就驾机在这个主会场的周围进行吹云消雨的催化消云，就是把那个催化剂撒下去。这个飞行呢，飞行的高度是在温度0度线附近，这个高度是飞机最容易结冰的高度。结冰对飞行的影响，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因为它不但可以影响这个飞机的气动外形，
同时，如果你这个操纵不当的话，很有可能就危及飞行安全，还是比较危险的。但是为了这个完成这个任务呢，我们就仔细研究了这个飞行的这个气象云图、飞行的高度啊、航线啊，怎么设置才是效果最好的，才能保证这个主会场当天的云被我们拦在这个外边，就是这个雨下在外边，主会场上空不会下雨。但我们就往这个云上面爬升的过程中，一进云，整个飞机座舱里面全黑下来了。本来是白天，是下午的时间，我们就不得不打开这个座舱的这个照明设备，就像夜航一样，把那个灯打开，然后飞机抖动的特别厉害，越接近作业区，这飞机的这个颠簸就越厉害。颠簸到什么程度？我和我的副驾驶2个人一起操纵飞机，我们累得浑身都是汗。然后这个仪表板抖动的，就相当于仪表的指示都看不太清楚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为了完成任务，但是还要保证安全，因为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会这个影响面就会更大的。大家都是搞传媒的都知道。然后这个作业大概飞了2个多小时吧。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路过那个主会场，看着下面的主会场非常漂亮，就是那时候已经是晚上了，灯光都打开了，然后小蛮腰啊那个非常婀娜，你看到非常漂亮，就觉得很欣慰。下了飞机以后，他们广州省气象局的领导、首长，还有他那个亚运会组委会的一些领导，就在飞机下面接我，也有一些媒体的这个记者就拿着照相机啊，就照我们，说我们的形象就没有上飞机，为什么？就身上全都是汗，衣服全湿透了。就是经过返航的这段时间以后，还是这样，这个相片谁都没看到过，非常惨的样子。从高考状元到空军女兵，从战斗机飞行员到运20首位女机长，入伍26年来，李凌超安全飞行超过4200小时，她不断超越自己，用努力与汗水证明着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对飞行不变的热爱。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要问飞行员爱什么？他们爱祖国的蓝天。